为什么感觉杜宾和菲利斯塔有些疏远？最近，菲利斯塔、小刘、拉欧等人陆续更新了一系列回归视频，画面中不只展示了他们团聚的温馨，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熟悉面孔杜宾。作为菲利斯塔的中国丈夫，杜宾这次也出现在坦桑尼亚，与菲利斯塔一家人一同去市场吃饭互动。然而，细心的观众发现，视频中杜宾与小刘走得很近，却和菲利斯塔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。甚至有粉丝评论，从菲利斯塔的眼神里看不出爱了。这不禁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：杜宾和菲利斯塔是否真的有了隔阂，还是只是镜头前的错觉？今天我们就从多个维度出发，理性的剖析为什么感觉他们之间有些疏远。一、视频中表现出的距离感是真实还是误解？在最近发布的几条团聚类视频中，杜宾和菲利斯塔虽然同框，但互动确实不多。比如在逛市场时，杜宾大多和小刘走在一起，两人有说有笑；菲利斯塔则常常走在另外一边。当众人围坐吃饭时，杜宾和菲利斯塔虽然坐得不远，但全程几乎没有亲密举动，也没有明显的眼神交流。如果换作其他夫妻，这种分散的画面很容易被理解为感情不佳。但我们不能仅凭几段剪辑好的视频就轻易下结论。要知道，镜头呈现有时并不能反映真实生活，视频背后可能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互动与温情。二、杜宾的性格内向、腼腆，不善于镜头表达。了解杜宾的粉丝都知道，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话不多、镜头感较弱的人。在过去菲利斯塔还在中国的时候，无论是家庭聚餐、外出拍摄，杜宾一直都是那种默默守护的角色。他不善言辞，但会默默做事，照顾孩子，承担家庭责任。这次远赴坦桑尼亚，对他来说是一次文化的跨越，语言的挑战，更是心理的适应过程。出来异国他乡，他本能的会选择避开镜头，减少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机会。加上文化差异，他可能更难用镜头前的亲密举动来表达感情，这与很多非洲男性在镜头前自然亲昵的行为形成了对比。所以我们看到的距离，或许只是杜宾的谨慎与克制，而非情感的冷却。三、菲利斯塔的状态回归家乡，更关注家庭大局。从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出，菲利斯塔回到家乡后，情绪一直很平稳。他更多的在照顾女儿，照顾家人，安排直播内容，忙于各种接待工作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在镜头前的情绪输出也相对减少，甚至有时候显得有点疲惫。他要协调丈夫、姐姐、女儿、团队、粉丝之间的关系，责任巨大，难免会将部分个人情绪放在一边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一刻比展现甜蜜更重要的是处理事务。所以他与杜宾之间的冷静互动，也许只是照顾整体安排中的一部分，并不代表心中没有感情。四、文化差异的影响，表达爱的方式不同。中非跨国婚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，就是爱的表达方式。在许多非洲文化中，尤其是在家庭聚会或公共场合，夫妻之间保持亲密、热情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。他们会牵手、搂抱、开玩笑，甚至在镜头前亲吻。而在中国文化中，尤其是内向性格的男性，更倾向于将爱藏在日常的行动里，比如早起准备饭菜、接送孩子、承担经济责任、默默陪伴。菲利斯塔习惯了非洲直率的表达，而杜宾习惯了中国式的内敛关怀，两种方式未必完全契合。在镜头面前，表达差异被放大，观众看到的只是表象，但实际关系可能依然稳固。五、语言交流问题，交流障碍导致互动减少。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，语言不通。菲利斯塔虽然在中国生活多年，但杜宾是否能听懂斯瓦希里语，菲利斯塔是否能完全翻译每一句，仍是一个问题。尤其在他家人众多的场合，杜宾很可能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，自然无法轻松参与其中的交流，这使得他选择与能沟通的小刘待在一起，减少尴尬。这不是疏远菲利斯塔，而是一种语言壁垒下的适应选择。六、粉丝视角的期望值过高。很多粉丝非常关注这对中非情侣，因为他们曾在网络上演绎了太多感人瞬间，从杜宾学手语，到菲利斯塔坐月子，到两人带娃旅行。但正因为有太多感动，粉丝的期望值也就越高。我们期待他们每一次同框都要甜蜜，要互动，要如初恋般热烈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感情往往是平淡、克制、沉默的。
他们不是偶像剧里的角色，而是一个真实家庭，有孩子，有责任，有疲惫，有无奈。我们看到的片刻冷静，也许正是他们用心经营家庭的一部分。7. 结语：不要被表象距离迷惑，情感未必消散。最后，我们必须理性地说，从这次坦桑尼亚之行的视频来看，杜宾虽然与菲利斯塔的互动不多，但却一直陪伴在他和家人身边，与小刘一同逛市场，与亲人共进晚餐，默默照顾菲尔。这一切说明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融入这个家庭。或许他不会在镜头前大声说“我爱你”，但他会在背后默默付出。而菲利斯塔也用包容和信任接纳了丈夫的不同表达方式。所以，当我们感到他们疏远，不妨多一点理解，也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与空间。爱不一定要用热烈去证明，有时候，安静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